来忠诚，事发之时，山中之人已全部带到。明堂祈福之日，居然有人胆敢刺杀朝廷命官，本官命大逃过一剑，可本官却痛失爱将。今日，本官定要血刃刺客。不知道谁是刺客。刺客就在你们当中，本官奉劝刺客现在就认罪，我可以让他死得舒服一点。不敢认罪，一样逃不过。一炷香内，若无人认罪，格杀勿论。慢着，来忠诚，我是刑部书吏严杏，可否让我看一看尸体？或许我能查出刺客是谁。可。现在是酉时，太阳位于西北，所以射杀位置怎么样啊，小书吏？你可以告诉我刺客是谁了？我还未查出刺客是谁，但是刺客属于远距离射杀，艳阳直射会影响他的瞄准，所以他一定处于刺杀时辰的阴面。综合箭支射入的方向来看，最佳潜伏点就是在树上。真的吗？在树上，位于西北山峰高处的山林里。案发后，御茶司迅速封山，故其他山脉中的民众必然不可能是刺客。来忠诚，我恳请，把没有嫌疑的百姓先给放了。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放人的条件是查出刺客是谁，你没办到，全部射杀。来忠诚，沈某有个更有趣的法子。仅是射杀刺客，未免也太不震慑人了。沈某养了几只斗犬，撕咬罪犯的能力甚是出众。不如让我的犬出来试试嘴。虽然杀人的速度慢了点，但很有趣呀。来某真是白担了黑罗刹之名。与沈大阁领一比，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景林，停！别过来！住他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刺客就在这几人之中。刺客必然是力量和速度都很强的人，且会攀爬。来忠诚，这几个人，你可以好好整治一番了。让我想想，
哪种死法更适合他？恳请来中城，等些时辰再做处置。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必定会抓到唯一的凶手。我愿以性命为担保。沈大阁领，你觉得几个时辰比较合适呢？3个时辰。3个时辰后，若你查不出来，便同他们一起去死吧。用弓箭之人，手会有3个部位生茧，此人只有掌心有茧，排除。大阁领，这来罗之自己要找刺客，却把人和案子都扔给我们内卫府，说什么想让我们斗犬来行刑。你说，这当中会不会有诈？能有什么诈呀？无非就是笃定那个小书吏查不出来，他也不想杀刑部的人，惹一身腥骚。那他不想惹一身腥骚，您就不怕惹出是非口舌吗？罪臣之子都当过了，还怕惹什么腥骚啊？刺客的方位为西北山峰高处，而那处种植的山林为漆树林。有人碰触漆树树枝，便起了满身斑疹。而侍卫白天抓到嫌疑人时，无一人身上有斑疹。起斑严重的人，可排除潜伏于漆树林的可能。中间这个人，鞋上的泥土并非漆树林的泥土，排除。找到凶器，就能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怎么这么亮？可有遗言想要留下？3个时辰就要到了，你还未查出刺客是谁。等那位在漆树林找到凶器，加以比对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已经没有时间再等。找到凶器，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是吗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便不去做吗？无十足的把握，却以性命作赌，要么是愚蠢至极，要么就是自轻自贱。到时候我会留下一封遗书，劳烦送到城东严博士府。带严书吏下去，好好的送他一程。是。沈大阁领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我需要认识你吗？大阁令，凶器找到了。哦，如严书吏所猜测的那样，就埋在漆树林落叶下。看来严书吏运气颇佳，这凶器在最后一刻找到了。以弓箭比对嫌犯手上的茧痕，下官就能确定谁是刺客。看来本官今日运气不错，来的正是时候。来中城来的这么及时，怕不只是因为运气吧？凶器一路从燕归山送至内卫府，消息必定早就传到御茶司了。3个时辰到了，严书吏抓紧吧。本官很想看看，是哪一位胆大包天，要杀了本官。两位，请你们以平日握弓的方式握一下弓箭。
我想我知道刺客是谁了。两位嫌犯握弓的剪痕几乎一样，但架剑所致的剪痕却有所不同。一位是拇指内侧有剪子，说明他是用拇指内侧架剑。这种持弓方式，善用剑的都知道，为斜持低推，射箭精度不足。而另一位是虎口处有剪子，为正直高推，利于精准射击。故刺客就是你。别动！都别动！退后！退后！不要靠近我！放我走！不让我杀死他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以为你能逃得脱吗？说出幕后指使之人，我还能饶你个全尸？还不快放人！奸人曾巨户，口供不要也罢。准备射杀。你要连他一起射死吗？啊！他又。多谢。还不算笨。既然没有活路，好。说，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属下下山所嫌犯失职，请大哥领责罚。人死了就算了，你们几个把严书立还有其余闲杂人等送出去吧。是。
颜六娘。你们严家庶女是不准回家吗？怎么整日在外面游窜？大格林，请让开，我的兔子丢了，我要去找。是吗？原来是兔子丢了呀。今天一整日，严家大门一直紧闭，我还以为是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新婚，原来是在关门找兔子。大格岭若是嘲笑够了，我就继续去找了。那你可一定得找到啊！明日便是本格令与你三姐的大婚，到时候，本格令非常期待看到你带着兔子一起来观礼。大格岭，言行冒昧，有一事相求。求我？除了老李一心想死的囚犯，整个大仓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想要来求我办事了。求大格岭跟我三姐退婚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求大格岭取消跟我三姐的婚事。你虽然没有官职品级，但好歹也是个识字的小吏，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命不可违？太皇太后金口玉言，哪儿来取消一说？太皇太后对大格岭圣眷隆重，自然是想给大格岭配一段良缘。是啊，太皇太后精挑细选，又有张相作保，我相信与你三姐一定是段良缘。那是太皇太后不知道我严家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您看我这么粗鄙无礼，就该知道我三姐跟大格岭绝对不会是良配。你是说，你三姐的才情都是假的？欺世盗名，实乃欺君之罪。我说的是我。你确实粗鄙无礼，但我娶的又不是你，倒是你三姐摊上你这么一个无礼的庶妹。可是你跟我三姐都没有见过，你就不怕两情不相悦，同床异梦，终成怨偶？那又何妨？那怎么会无妨呢？人总是要跟相爱的人在一起，相敬如宾，彼此珍视，这一辈子才能幸福啊！不重要。你简直是无可救药，不可理喻！放肆！沈度，就算我不愿意相信外界的传言，可你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言语刻薄，行为乖张，暴虐无道，蛮不讲理。就算我三姐没有心一枝，她又怎么会嫁给你呢？相敬如宾，彼此珍视，这些东西离我已经太远了。
阁领，这拜堂之前，新郎新娘不宜见面，半路落轿更是不吉利。而且您这新郎官怎么连喜服都没换呢？少废话，内卫府迎亲就按照内卫府的规矩来，吉不吉利，我们大阁领说了算。这。 娘子，为父来看看。博古通今、精明行修、名动香安的严家淑女。这位贤德淑女，就是我。大阁领这是打算当众杀妻吗？ 你别忘了，这是太皇太后赐的婚事。虽然我现在没有品阶，不是朝廷命官，但起码也是刑部书吏。这不是办案现场，也没有嫌犯挟持。就算你是大阁领，也不能不黑不白，就将一个书吏无辜杀害。是吗？ 什么时候，一只苍蝇也能当书吏了？大阁领何必如此羞辱？既然你对这桩婚事这么不满，你怎么来了？
这里是神府，今夜是我大婚，我为何不能来？倒是你，严氏有女，永续之才，笔歌墨舞，精明行修，博古通今，其贤德淑女之名，冠绝相安。这些修辞，哪个与你相配？呸！嗯，呸！当然是太皇太后觉得我颜六娘同你沈大阁领极为相配，不然怎么会赐婚呢？大阁领，你要是对我不满意的话，休了我便是。夫人脑袋里的想法，倒是与你的脸蛋一样，想得太美了。如此俊俏的美娇娘，我爱不释手才是，怎么会轻易休了呢？还从未见过李渭城满院子乱跑的新娘。你若是不想一个不小心，在沈府断了腿，或是少个胳膊，便起得规矩些。夫君说的对，夫君啊，我既然领了圣意，那就自然要做好大阁领府的沈夫人，将您伺候的妥妥帖帖的。就凭这个，也想挑逗我？既然说要好好侍奉我，那我便告诉你3件事。第一，不要妄想成为真正的沈夫人，我与你之间有名无实。第二，不要妄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情报，我知道张相派你来是什么目的。第三，不是我沈都心甘情愿娶的妻子，别妄想在沈府活下去。